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希伯来历的3月初6，属俄梅尔749天以后的第二天，公历的2023年5月25日。那么今天是三大节期的 Shavuos， 对吧？也可以读作 Shavuos，Shavuot 也可以，Shavuos 也可以。这个 Shavuot 的意思是七的复数，对吧？所以说中文把它翻译成叫七七节。那么这个星期，我们来给大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开七七节隐藏的奥秘。那么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分享过的。那么这个星期，神怜悯看顾我们以色列渔民，那么赐给了我们这个来自于天上的托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七七节这个单词第一次出现在托拉里边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因为按照托拉解经的原则，一个概念首次出现的地方，必定隐藏了它的本质。那么七七节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34章22节 V'hak Shavuos Taseh Necha， 七七节你要遵守给你 B'kodrei Ketzir Hitin， 这是收割小麦初熟的，是收割初熟的小麦的日子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七七节是小麦成熟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希伯来文七七节 Shavuos， 你如果仔细去考察，你发现它缺省了2个 vav， 对不对？在 Torah 里边少了2个 vav， 对不对？如果你去查字典，你会发现2个 vav 都拼出来了，但在 Torah 里边，这个单词在这个地方出现，它缺了2个 vav， 它的数值去算它等于772，正好是耶稣的数值386的2倍。所以说我们要提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七七节和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缺2个 vav？ 那么因为缺了2个 vav， 它的数值是772，正好是耶稣的数值386的2倍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继续考察托拉，你会发现同一个拼写，其实在托拉里边只出现了2次，其他地方出现，它都拼出了1个 vav。那么只有这2个地方2个 vav 都没有拼写。那么第2次出现在申命记16章第9节 Shiva Shavuos， 7个7 Tispar Nach， 你要数 Mechalchel Her Mesh Bakama。 当你去砍这个站立的庄稼的时候，
tahel dispor shiva shavos。那么你就要数7个7，看到没有？同一节经文里边出现了2个 shavos， 第一个 shavos 缺2个 vav， 第二个 shavos 怎么样？他把第二个 vav 就拼出来了。那么这节经文给了我们什么信息？和上面一些经文有什么区别？那么你会发现，上面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数了7749天以后的收割是收割小麦。申命记16章第9节是告诉我们，在数7749天开始以前的收割，那这个收割是收割大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2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时间段，这个时间段开始于收割，结束于收割，2个收割之间要数7749天。开始的收割是大麦，结束的收割是小麦。收割大麦是在逾越节，收割小麦是在77节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发现 Torah 给我们暗示了大麦和小麦。那么大麦和小麦有什么区别？简单字面层，对不对？大麦和小麦是以色列的7种特产。那么大麦简单字面层粗糙，对不对？对应生命树的大能。小麦比较精细细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对应的是生命树的恩慈 chesed， 一个是 gevurah， 一个是 chesed。那么如果一个是 gevurah， 一个是 chesed， 那么连接2个矛盾体的，那当然是数算的7749天。那么77节对应的是生命树的美丽 Tiferes。 那么如果我们去算它的数值，相当令人震惊。大麦的希伯来文叫 Seorah， 小麦的希伯来文叫 Hita， 77节的希伯来文叫 Shavuos。 3个单词算数值等于1369。令人震惊的是1369正好是生命树的 Chesed、Gevurah 和 Tiferet 的数值，相当令人震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就证明了，这个小麦对应的是 Chesed， 大麦对应的是 Gevurah， 那么77节对应的是什么？Tiferes 美丽。1369同时也是 Lechem Tenufa Stein 的数值。这3个单词什么意思？2个摇祭的饼。那么这个概念出现在利未记23章17节，这是关于77节要献给耶和华的初熟的果子，对吧？献给耶和华的初熟的果子，妥拉告诉我们叫什么？叫 Nechem Tenufa Stein， 对吧？2个摇祭的饼。那么2个摇祭的饼 Nechem Tenufa Stein， 它的数值等于1369，正好是小麦大麦77节的数值，对吧？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证明了，那么77节对应的是生命树的美丽，
Tiferet，而美丽总是对应 Torah， 所以说七夕节是领受 Torah 的季节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话题，在拉比传统里边，七夕节总是要学习路德记。那么路德记和七夕节有什么联系？那么路德记它其实整本书讲的故事，它有一个时间段，这个时间段正好也是连接大麦的收割季节和小麦的收割季节。那么路德记2章23节 Vatidbak Benaros Boaz， 他就和波阿斯的使女连接 Lelaket ad Kenois Ketzir Haseorin Uktzir Hahitim， 就去失去这个失去什么？失去直到大麦的季节结束和小麦的季节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他没有写小麦的季节开始呢，暗示了小麦的季节开始，也就是说大麦的季节结束，那么就是小麦的季节的开始，对吧？Vatishev Ace Hamosa， 她就和她婆婆住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路德记给我们挑明了，整个路德记这本书的故事有一个时间段。什么时间段？圣经特意的告诉我们，是收割大麦的开始。什么时候？逾越节。和收割小麦的开始，什么时候？七夕节。那么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，它开始于逾越节，它的高潮结束于收割小麦的七夕节。但是如果你去阅读这个路德记的话，你会发现相当奇怪，在七夕节的晚上，路德跑到了这个打麦场，对不对？和这个波阿斯挑明愿意以身相许。那么波阿斯送给了路德一个礼物，什么礼物？这个礼物是大麦，对不对？路德记3章17节 Vatomer 他说 Shesh Haseorin Ha Ele Nasan Li， 那么6把或者说6份的大麦，这6份大麦他给了我 Kiamar， 因为他说 Altavo Recom El Hamosech， 不要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中文翻译错了，对不对？中文把它翻译成叫6簸箕的大麦，这个东西是个翻译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文没有给出计量单位，对吧？那么所以说正确的翻译应该叫6份大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，这个单位没有给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你一个路德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让别人抬6簸箕的大麦，这可能吗？对吧？男人都不一定能够这个一个人把6簸箕的大麦给抬回家，对吧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不是6簸箕，对吧？而且这个经文并没有强调单位，说明单位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数字。这个地方是6份大麦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你说开玩笑，这个大麦的收割，对吧？开始于月节，你说 OK， 这个慢慢收割不一定，这个收割完可能继续收割，对不对？这个7期49天属俄梅尔，那么这个也是大麦，我们再数到7期49天以后，终于数到了7期节。那么7期节是收割小麦，对吧？这个小麦比大麦好啊。对，这个拉比说大麦是给牲畜吃的，太粗糙了。那么这个小麦是给人吃的，你叫细面、精面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波阿斯是个大财主，怎么那么吝啬？你不把小麦送给你的这个，我们叫什么？叫你的这个叫你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新娘，这个小麦你不送，你送给他大麦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7期节应该收割小麦？波阿斯对自己最爱的新娘，对，因为波阿斯好代表弥赛亚，路德是代表新娘，代表教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给他大麦，不给他小麦？对吧？按照我们的思维，应该给小麦呀。为什么？这里边究竟隐藏了什么奥秘？那么，如果我们计算数字的话，相当令人震惊。6份大麦 ，shesh haseodrin， 它的数值等于1225，这就意味着它的终点数是613。那么613总是对应妥拉的613条诫命，而且1225也是49的三角形数，代表1加2加3一直加到47、48、49，等于1225，这是代表属俄梅尔递增，对吧？每天加一个，你数49天，你就数出来1225。那么这是代表属俄梅尔49天以后进入第50天，就是我们今天。我们今天就是属俄梅尔的第50天，对不对？是7期节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路德他领受了6份大麦，什么意思？那么很显然，这里的大麦是在暗示路德接受了波阿斯的托拉。但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数字是6？对吧？你说这个5的话，倒还能理解摩西五经嘛？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6？那么其实答案也很简单，因为7期节每年都是落在3月初6，我们今天是3月初6，对吧？那么这是一个拉比的标准解经，3月初6领受妥拉从哪个地方隐藏起来的？在创世纪的描述当中。那么这是一个标准解经，在创世纪6天的描述当中，那么每一天描述完了，那么圣经会告诉我们，这是第1天，这是第2天，这是第3天，这是第4天，这是第5天，这是第6天，对吧？说了6次。你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，
第一天他说用哈，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这又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话题，对吧？照理说这个地方应该叫做用哈，这个叫做哈瑞西，对吧？应该叫这个用哈瑞西，但是这个地方他不用瑞西，他用哈的另外一个话题。第二天叫用些密，第三天叫用些细，对吧？第四天叫用阿巴伊。那么第五天叫用哈密西，那么第六天它叫用哈西西。你说开玩笑，你干嘛这个地方要出一个多一个黑呀、对不对？其他的5天，对吧？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5天，它都没有出现黑，偏偏第6天你就多了一个黑。对吧？照理说，你应该叫用西西，对吧？第6天，偏偏在经文里边，它多了一个黑前缀，成了用哈西西。那么拉比说：“开玩笑，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出现一个前缀黑？那么拉比的标准解经，对吧？黑的数值等于5，那么西西是第6天，拉比解经在创世的第6天就暗示了在3月初6，今天七夕节要领受5本书，摩西5经，对吧？所以说6在这个地方是暗示领受托拉的日子是3月初6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波阿斯给路德6份大麦，大麦对应的是托拉，6对应的是3月初6啊，当天晚上是3月初6。那么问题还是出来了，你说这很 OK， 你这个6份我明白了，但是为什么收割小麦的季节，你波阿斯给路德的礼物偏偏是大麦，而不是小麦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话题，慢慢的挖掘啊，一步一步的挖掘，这个答案会慢慢的浮出水面，对吧？学习头儿就是挖掘，你不断的挖掘，对吧？你提关键的问题，慢慢的挖掘，那么这些答案就是一个一个的亮光，它就会浮出水面，对，所谓的水落石出。好，那么七七节给出头儿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没有挑明的，都是暗示，对不对？全部是暗示，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挑明了七夕节给出托拉。所有的给出托拉的经文都是暗示。那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暗示是诗篇68篇19节，阿里萨那马隆，你上了高处，夏威沙谢位，你俘虏了俘虏，那卡克塔马塔诺斯，你拿了礼物，巴当在人的中间 ，the af sovereign， 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间 ，Vishkon Ya Elohim， 是为了让 Ya Elohim 可以居住。那么这节经文的话呢，这是标准拉比解经。这个地方提的你上了高处是指摩西，对吧？摩西在西奈山上去，对不对？上了高处，那是西奈山。俘虏了俘虏，那是天使，他把天使给俘虏了。拿了礼物，那是托拉，对不对？
在人的中间，因为摩西是人，他是人中间的人派的代表，对吧？甚至悖逆的人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正好在下面悖逆，对不对？在拜金牛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是拉比的标准解经。那么当然，在新约圣经里边，这个地方保罗把它解经为耶稣基督，也是对的。这个妥拉这个解经是很多层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对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去体会，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。首先，这个地方的礼物 Matanos 是一个复数，对，是个复数。那么如果没有挑明数目的复数，在妥拉里边总是代表2个礼物，所以这个地方是2个礼物。那么领受这个礼物的有2类人，一个叫做 Adam 人的意思，一个叫做 Sovereign 悖逆的人，2类人，对吧？如果有悖逆的人，那么第一个人是代表顺服的人。那么2个概念，你去算它的数值，人和悖逆的人，它的数值等于561，正好是33的三角形数，对吧？33是拉克巴欧mer对不对？拉克巴欧mer所以说这节经文在卡巴拉里边也是指谁？这个拉克巴欧mer这个那个拉比叫什么？叫西蒙巴约翰，对吧？西蒙巴约翰写肉号的那个人，他上了高处，俘虏的俘也是指他，这也是对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又是指的拉克巴欧mer那么拉克巴欧mer是属俄梅尔的第33天，这是一个分水岭。对，在此以前是32天，在此以后是17天，32是新的数值 ，live， 人的心是恶的，所以说32对应的是恶，而17对应的是善 ，tov， 对吧？17是善的数值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是2个礼物。因为有2类人，所以说是2个礼物。那么这里的人 Adam 对应的是后面17天的善，代表顺服的人。那么他们有一个礼物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悖逆的人，他们对应的是前面的32天，代表不顺服，代表恶。他们也有一个礼物。所以说有2个礼物，这2个礼物是什么奥秘？其实是2块石板或2次石板 ，Logos 的奥秘，对不对？因为摩西其实领了2次石板，第一次石板托拉把它叫做首先的石板，第2次的石板托拉把它称为第2次的石板。首先的石板是给顺服的人，第2次的石板是给悖逆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算数值，礼物在人的中间，以及悖逆的人 Matanos Badam Veaf Sorin 它的数值等于1546，这是以色列的数值 Israel 1540多了一个6，多了一个 vav， 对不对？这就意味着悖逆的人中间那个 vav 可以去掉，对吧？因为这个 vav 是元音，叫什么？元音叫 holem， 那么这个 vav 可以去掉，去掉 vav 以后，悖逆的人如果采用残缺缺省拼写，就去掉6了，它的数值就变成了1540。那么这个地方暗示了什么？悖逆的人如果悔改，也能够领到第一个礼物，首先的2块石板，成为
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第一块石板，首先的石板被摩西给摔坏了，对不对？摩西在7节上西奈山，上去40天以后，在4月17日下山，发现地上的人背逆了。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偶像，背逆，所以怎么样？把首先的石板给摔坏了。所以说，首先的石板没有了，没有给人，人类没有得着首先的石板。那么摩西又开始祈求神有赦免，最后摩西在6月初1再次上西奈山，40个昼夜以后，在当年的7月初10赎罪日，对不对？拿了第2次的石板下山，那么以色列人才领受 Torah。但其实这个第2次的石板并不是7节给的，因为7节是3月初7。那么以色列人领受Torah其实是7月初10，4个月以后了，才领到第2块石板，第2次的石板。所以说，第2次的石板是给背逆的人的Torah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今天通过犹太人传承下来的Torah，并不是纯正的Torah，并不是首先的石板，而是背逆的人在赎罪日领受的Torah。直到今天，如果我们去计算数值，首先的石板这个概念在Torah里边 Luchos had Rishonim， 它的数值等于1044。按照卡巴拉的传统，超过1000的数值可以去旋转，旋转一个周期，那就是减去999，对不对？因为1000变成1嘛，1044旋转一个周期就成了45，正好是人的数值。亚当对应的是以色列，也就是说，首次的石板是给以色列的，是给人的，但人却没有领受的。看到没有？反过来，第2次的石板，希伯来文叫 Luchos HaShenis， 它的数值等于1203，减去背逆的人，因为这个给背逆的人了，背逆的人的数值等于516，减去516以后等于687，正好得出大麦小麦的数值 Seodrin Hitim。 大麦小麦是逾越节和7节收割的果子。你说为什么第2块石板里边去掉背逆的人，得出了大麦和小麦的数值？那么这个地方隐藏的奥秘是什么？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接下来给大家进一步的分享。好，大家休息好了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刚才的分享。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7节，给出了2个礼物。这2个礼物
是2次的石板 luchos， 希伯来文叫 luchos。一个是首先的石板 luchos hadrishoni。那么这个石板本来是要给亚当的，但因为悖逆的人犯罪，拜金牛犊，没有给出。结果第2次的石板 luchos hashenis 给了悖逆的人，在赎罪日给出的，对吧？所以说7节根本就没有领受到妥拉，对吧？每年我们在7节纪念领受妥拉，其实根本就没有领受到。不错，原计划是给出妥拉，在7节，但是因为悖逆的人没有给出，并没有给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涉入到另外一个话题，妥拉的2个层面，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。希伯来文书写妥拉叫妥拉写比克萨夫，那么口授妥拉叫妥拉写包佩，对吧？一个叫妥拉写比克萨夫，一个叫妥拉写包佩。那么简单字面层去理解，那么书写妥拉是指摩西5经，口授妥拉写表配是指拉比传统，对吧？这个世代传承的对摩西5经的解经，以及因此制定出来的哈拉哈细则，是吧？这是简单字面层的理解。那么这个和2次的石板有什么联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，首先的石板，那么以色列人没有领受到的这个妥拉，是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也就是说，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合一，在首先的石板。那么这个妥拉以色列人没有收到，没有领受到，这是神的原计划。那么第2次石板是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分离。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妥拉，是悖逆人的妥拉，看到没有？那么首先的2块石板，对吧？这个希伯来文叫 Shenei Luchos Hadrishoni， 对吧？它的数值等于1404。那么1404是生命树的4个属性的数值 ：Keser 冠冕 ，Malchus 王国 ，Chesed 恩慈 ，Gevurah 大能。这4个属性的数值之和等于1404。这4个属性有什么特点 ？Keser 是头，对不对？最高处。Malchus 是尾巴，对不对 ？Malchus 是尾巴，在拉比传统里边对应的是嘴巴。那么 Keser 对应的是头 ，Malchus 对应的是嘴巴。
那么一个是最上面，一个是最下面。Hesed 是最右边 Gevurah 是最左边。所以说这4个属性是生命树的4个极端，对不对？冠冕是头，对应的是智力，对应的是书写妥拉，因为书写妥拉对应的是智力，是看。书写妥拉因为写的字你要通过看。王国猫虎是嘴巴，对应的是什么？情感。对应的是口授妥拉，因为口授是用嘴巴，对不对？对应的是听。恩慈是右边，按照我们刚才的分享，对应什么？对应小麦。小麦是恩慈，右边。大人给 Gevurah 是左边，对应的是什么？对应的是大麦。所以说，在首先的2块石板里边，是智力和情感的合一，冠冕和王国的合一，看和听的合一，小麦和大麦的合一，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全是合一的概念。合一总是高端，代表源头。反过来，第2次的2块石板 Shnei Luchos Hashenis 它的数值等于1563。3个单词你算它的平均数除以3等于521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正好得出那悖逆的人Hasarin， 那悖逆的人。所以说第2次的2块石板被谁给领受了？那悖逆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拜金牛犊。那么以赛亚书1章23节称以色列的官长为悖逆的人，同一个单词 Sarin， 对吧？所以说悖逆的人是指犹太教，对，因为今天传承的口授妥拉，他们领受的妥拉是来自于第2块石板，是悖逆的人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基督教就没问题了，因为如果你把那悖逆的人把它展开，你去考察他的怀孕字母，他怀孕字母的数值又恰恰等于746，基督教的数值 not the truth， 对吧？所以说你犹太教不要指责基督教，你基督教也不要指责犹太教，你大哥不要说二哥，你都有问题，都是悖逆的人，都没有领受到来自于天上的妥拉，对不对？那么当以色列人7节站立在西奈山前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了声音，啊，这是出埃及记20章18节。那么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因为它不好翻译，对，他看不懂，没法翻译。那这个希伯来文是很简单的 ，the whole ha'am 所有的百姓 roim 看见了 ，s hakolos 看见了声音。你说这个声音应该是听见，
为什么是看见？那么这节经文是7节发生的事情。百姓在西奈山面前，在7节领受十诫，百姓看见了声音。看是通过眼睛，眼睛看是指的是书写的妥拉，听是通过耳朵，耳朵听的是指口授妥拉。当圣经告诉我们，百姓用眼睛看见了耳朵才能听见的声音，这是告诉我们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合一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当百姓在第一个7节站立在西奈山领受妥拉的时候，他们领受的是什么妥拉？是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。如果我们算数值 Vehoham Roim Eschakolos， 所有的百姓看见了声音，它的数值等于1364，正好是 Todros Mashiach 的数值，弥赛亚的妥拉。看到没有？他们领受的是弥赛亚的妥拉。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是弥赛亚的妥拉，这是最高端的妥拉，因为任何合一都是高端，分离是低端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妥拉是7节造物主预备给人的礼物，但是因为悖逆的人拜了金牛犊，弥赛亚的妥拉被摔坏了，被摩西摔坏的第一次的石板是弥赛亚的妥拉，是神预备给人的礼物。因为人的悖逆没有领受，没有领受到弥赛亚的妥拉，只领受了摩西的妥拉。但其实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概念。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第一次的石板本来是神预备给人的，但是因为人的悖逆，把弥赛亚给钉了十字架。这个和摩西摔坏了第一块石板是同一个概念。因为人的悖逆，因为人犯罪，我们并没有领受到弥赛亚的妥拉。弥赛亚的妥拉，希伯来文叫 Todras Moshiach， 它的奥秘是 UKVK 的名字的奥秘。因为1364旋转一个周期，就变成了365。365是妥拉613条诫命里边的365条负面的诫命，对应的是 UKVK 前面的2个字母 Yud-He。那么这个奥秘是隐藏在出埃及记3章15节。摩西问耶和华你的名字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？出埃及记3章15节 Ze Shemi Leolam， 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。Ze Zichri Nedovador Nedordor， 这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首先这个经文的数值不多不少等于1225，这是49的三角形数，也是路德领受的6份大麦的数值 shesh
Hashiorin，它的终点数是613，对应的是 Torah 的613条诫命，对不对？613条诫命里边，248条是正面的诫命，365条是负面的诫命。如果你去算这个经文的 Atbash， 它的数值等于878，这是弥赛亚展开的数值，因为弥赛亚就是 Torah， Torah 是神的名字。我的名字，希伯来文经文里边的我的名字写密，它的数值等于350，加上 UK、VK 前面2个字母 U 的 Hey， 数值等于15。350加上15等于多少？等于365，得出365条负面界面的数值。剩下来的我的纪念 Zechari 数值237，加上 UK、VK 后面的2个字母 Vav、Hey 的数值11，等于多少？等于248，正好得出248条正面界面的数值，加在一起等于613，正好是这节经文的终点数。更令人震惊的是 Zeshmi Leolam， 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的数值，等于532，这是耶稣展开的数值。而 Veze Zechari Nedor， 这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的数值，等于693，正好是小麦和大麦的数值。Seodrin Vehitin 代表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，小麦和大麦的合一是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是弥赛亚的妥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考察小麦和大麦，大麦和小麦，对不对？逾越节是大麦，七七节是小麦，对不对？简单字面称这个小麦是高于大麦，简单字面称。小麦对应的是恩慈 Chesed， 大麦对应的是大能 Gevurah， 这是在情感层的关系，简单字面层。我们知道这个智力层和情感层是什么关系？是镜像。所谓镜像就是反过来的，对应对称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情感层的右边是对应智力层的左边，情感层的左边是对应智力层的右边，对吧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人的右脑和左脑，人的右手和左手，对不对？人的右脑是控制人的左手，人的左脑是控制人的右手，对不对？因为大脑是属于智力层，手对应的是情感层、行动层，对不对？所以说2个层面是镜像的对应关系，那么在情感层和智力层是反过来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情感层的低端的大麦，在智力层是高端，是反过来的。
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，在灵界高端的人到物界总是低端，在灵界低端的到了物界总是高端。对，所以说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，在前面的是后面，在后面的又要在前面。降卑的必被提升，抬高自己的必定会被降低。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看起来很低端的，在灵界总是很高端。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被吹捧成这些名人明星的大人物的，在灵界是小人物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说这个大麦很粗糙，这个基本上人都不吃了。小麦很精细，人都喜欢吃，对吧？这个细面面包，细面的白馒头，哇，吃起来好吃。这个大麦做的都不爱吃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你才意识到，真正健康的食物是大麦，大麦对人体比小麦更健康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这个小麦的东西吃多了以后，对身体是相当不好。但如果你吃大麦，就能修补，让你的身体会好过来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吃起来舒服的，对你不一定好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忠言逆耳，利于行，对不对？良药苦口，利于病。你吃起来不好吃的，反而对你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别人说话让你听起来好听的，反而对你不好，对不对？别人对你严厉的批评，反而对你好。大麦、小麦也是一样的，表面上看，对吧？我要小麦，我不要大麦，但其实大麦是高过小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情感层，小麦在右边；那么在智力层，小麦就成了左边的通达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通达的数值 B 呢等于67，小麦的负数 Hitin 它的数值不多不少67，对，所以说小麦它在情感层对应的是大能啊，我说错了，这个小麦在情感层对应的是恩慈 Hesed， 但在智力层却是对应通达。通达总是对应母亲，通达总是代表一个分解的过程，对吧？所以说小麦在智力层对应的是口授陀啊。反过来，在情感层的大麦是在左边，那么在智力层那就是右边，右边的智慧，好吗？不单单如此，大麦在智力层不单单对应智慧，它其实是对应3个属性的合一，冠冕、智慧和通达。因为大麦的数值负数 Seorin 等于620，620是冠冕的数值 Keser， 同时也是智慧、通达和知识的合一。Chokhmah Bina Voda'at
等于620，相当令人震惊。看到没有？尽管在情感层，大麦低于小麦，就好像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对吧？很多人我们看不起，觉得很低端，但在智力层，大麦却是大大的高于小麦，因为大麦是代表智慧、通达和知识的合一，大麦是代表冠冕，而小麦是代表分离，对应的是通达。说大麦是代表最高端的智力。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你现在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路德在7节得到从波阿斯的礼物是大麦，而不是小麦。因为路德领受的是最高端的托拉，是弥赛亚的托拉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7节的数值，小波的数值等于耶稣的数值的2倍。因为耶稣既代表书写托拉，又代表口授托拉。耶稣是书写托拉和口授托拉的合一，因为是一个人了，对吧？尽管分2次来，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耶稣代表书写托拉和口授托拉的合一，代表第一次被摔坏的石板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第一次被钉十字架，一个概念。那么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解开福音书里边一个相当大的奥秘。什么奥秘？5饼和7饼。在福音书里边记载了5饼2鱼和7饼小鱼的神迹。对，这是相当奇怪的2个神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马太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，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要给我们这个神迹，而且要给我们强调它的数值，而且是2个相同的神迹，对不对？一个是5个饼，喂饱了5000个人，还有2条鱼，对不对？那么5000个人吃了以后，剩下来了12个篮子的饼，这是一个神迹。那么接下来马上又提到另外一个神迹，7个饼和一些小鱼，喂饱了4000人，剩了几篮子饼？剩了7篮子饼。你说为什么圣经要给我们这些细节，而且是数字？对吧？我对数字不感兴趣，你说我不关心你的数字，对吧？你就告诉我这个有几个饼喂了很多人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为什么你要强调5000人，15个饼，2条鱼，对不对？剩了12篮子的饼。那么接下来又告诉我另外一个神迹，对吧？7个饼和一些小鱼，喂饱了4000人。为什么是4000人？为什么不是5000人？为什么不是6000人？为什么不是7000人？来1万人不挺好的吗？来个10万人的神迹更大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强调4000人？为什么要强调7个饼？吃完了以后要给我剩下来7篮子的饼，为什么不是8个篮子、9个篮子、10个篮子？你要来100个篮子，不更这个神迹不更大了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接下来还说你们要预备这个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的教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和教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那么今天
我们可以给大家把这个隐藏的奥秘解开。那么要解开这个奥秘，你必须要找到钥匙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钥匙在哪里？在下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托拉里边有这么2节经文，民数记的10章35节和民数记的10章36节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在拉比传统里面都编成了一首歌，对吧？Vayhi besoa adran vayomer Moshe kuma Adonai vayefutzu oyevecha veyanusu misanecha mipanecha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”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1000万人中。”那么在妥拉的经卷里边，这2节经文前后各有一个倒过来的字母 nun。 那么拉比传统解经，这2个 nun 就把这2节经文分离出来，可以算作独立的一本经卷。民数记一本书就被分成了3本书，这就意味着摩西5经从5本书变成了摩西7经，对不对？5本书变成7本书了。那么正如经上记着说，箴言9章第1节，哈赫摩斯邦萨北萨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哈茨瓦阿姆德哈西夫阿，凿出了7根柱子。那么智慧是指妥拉，对吧？但这个地方的智慧是个复数，哈赫莫斯，对吧？所以说代表2层智慧。那么2层智慧呢，当然是指2层妥拉，一个是书写妥拉，一个是口授妥拉，对不对？因为口授妥拉的本质是在书写妥拉上面建造房子。书写妥拉是源头，是原则，是根基，对不对？是框架。口授妥拉是细节，是细则，所以说是建造房屋。所以说口授妥拉是建造起来的房子，是智慧建造起来的房子，那叫口授妥拉。那么智慧的复数哈赫莫斯的数值等于474，正好是知识的数值 da'at。 因为书写妥拉总是代表父亲，代表智慧；口授妥拉总是代表母亲，代表通达。2个概念合一，要生个儿子，生个儿子叫知识。那么这就是2个智慧建造的房子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妥拉提及10诫的时候，那么希伯来文是什么？ Asedres Hadivadrin， 10句话，它的词性是阳性，在妥拉里边是阳性。那么阳性当然是对应的智慧父亲，但是在拉比传统里边，在拉比的这个塔木德里边，拉比讲10诫的时候，他不用妥拉里边的这个词组，他用自己的词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 Asedres Hadivros， 也是10句话，
是阴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在托拉里边说十诫是阳性，拉比说十诫是阴性？因为阴性代表母亲。拉比的托拉，它的本质是口授托拉，是建造房屋，对应的是母亲，所以说是阴性。所以说，当耶稣基督给出5个饼，代表托拉的5经，摩西5经是智慧的源头，而7个饼是从5本书凿出来的7根柱子，对不对？这是智慧在建造房子，对吧？7根柱子是怎么样被凿出来的？通过2个字母 nun， 对不对？在经卷上有2个字母 nun， 因为这2个字母 nun 就把5本书变成7本书，将智慧凿成了7根柱子。那为什么是 nun？nun 在亚兰文里边是鱼的意思，这就是耶稣的神迹里边的2条鱼。说为什么5饼要和2条鱼搭配？因为在托拉里边2个 nun 把5本书分成了7本书。那么在托拉里边被这2条鱼分出来的2节经文里边，你去数，第1节经文里边正好是12个单词，第2节经文里边正好是7个单词。那么为什么这2节经文里边1节经文是12个单词，另外1节经文是7个单词？很显然这不是巧合。你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这是对应耶稣的2个神迹。一个神迹吃了5饼2鱼，剩下来了12个篮子的饼，对应第1节经文的12个单词。第2个神迹，吃了7饼小鱼，剩下来7个篮子的饼，对应的是第2节经文的7个单词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节经文一共有85个字母。85是哪个数值？哪个单词？呸，嘴巴，对不对？暗示了口授托拉，因为口授托拉叫什么？叫托拉写包呸，对不对？字面意思，嘴巴上的托拉，呸，对吧？口授托拉。那么在约翰福音6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这个5个饼是大麦饼，令人相当震惊。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其他福音不告诉我们，因为约翰福音是隐藏奥秘的。那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这第1个神迹的5个饼是大麦饼。那么你现在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路德领受的是6份大麦，而不是小麦，对不对？按照我们刚才分享的亮光，我们知道这是最高端的托拉，是弥赛亚的托拉，是智慧的源头。5饼对应的是摩西5经，它里边有2条鱼，因为有2个 nun， 它中间是85个字母，代表嘴巴，口授托拉。所以说摩西5经里边包含了口授托拉，
这就意味着五饼二鱼代表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代表人没有领受到的首先的2块石板。看到没有？以色列人在7节没有领受到的弥赛亚的妥拉，第一次的首先的2块石板，在福音书里边，耶稣把它给出来了。耶稣给出来是通过5饼2鱼，所以说5饼2鱼代表最高端的妥拉，是弥赛亚给出来的妥拉，是代表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是代表人没有领受到的首先的2块石板。为什么他剩下来12篮的大麦饼？因为12等于5加7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5代表什么？书写妥拉，摩西5经啊。那7呢？代表口授妥拉，对不对？从智慧凿出来的7根柱子，7代表口授妥拉。那么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剩下来12篮的大麦饼，告诉我们这12篮子代表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因为5加7等于12。那么如果5饼2鱼是大麦饼，那7饼那当然是小麦饼，对不对？所以说7饼是低端的妥拉。那么为什么圣经不告诉我们和7饼搭配的是几条鱼？他不告诉我们，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仍然是2条鱼，因为妥拉告诉我们有2个 nun， 把它分成了7个经文，7本这个经卷。所以说妥拉这个福音书没有必要给我们挑明，我们自己可以琢磨得出来，对吧？所以说7饼和7饼搭配的仍然是2条鱼，对不对？所以说5饼代表摩西5经里边包含了7经，代表合一。但如果你刻意的要把7个这个经卷把它分离出来，代表将口授妥拉分离出来，那么就成了7个饼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才讲了2个字母，2个语之间的85个字母代表口授妥拉。所以说在耶稣行的这个用7个饼喂饱4000人的神迹里边，这个7个饼代表的是低端的妥拉，这是第2次领受的妥拉，这是第2次领受的这个2块石板的妥拉，在这个赎罪日领受的妥拉，代表分离的妥拉，代表没有合一的妥拉，代表今天通过拉比传承下来的妥拉。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耶稣他也要讲拉比的妥拉，因为他是合一啊，对不对？这个5饼是弥赛亚的妥拉，这个7饼是拉比的妥拉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既要讲自己的高端妥拉，他也要讲低端的妥拉。所以说2个神迹，5饼和7饼，弥赛亚都要给出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提个问题，为什么5个饼喂饱的是5000个人，7个饼喂饱的是4000个人？你说这个其实如果让我自己这个写圣经的话，
对吧？如果5个饼喂饱5000人，那我7个饼应该喂饱7000人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按照我们这些简单的这些凡数的这个凡人，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，对不对？5个饼喂饱5000人，那么7个饼应该喂饱7000人，但偏偏圣经告诉我们，7个饼喂饱的是4000人，为什么？那么要揭开这个奥秘的关键，在于明白数字5和数字4在托拉的层面究竟代表什么。那么5的话肯定是摩西五经，对不对？托拉是5本书，摩西五经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托拉有狭义的，有广义的。那么广义的话，可以把它扩展出来，也包括整本希伯来文圣经。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，将希伯来文圣经分为3部分。第一部分把它叫做托拉，对吧？第二部分把它叫做 Levin， 叫先知书 ，Levin 先知书。第3部分的话呢，把它叫做 Kesuvim， 对吧？英文翻译成叫 Writings， 这个中文的话呢，我们都不好翻译，把它翻译成叫书写书算了，对吧？我知道路加福音把它翻译成叫诗篇书，但是你诗篇书的话，别人会误解，以为是诗篇，那你箴言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这个雅各书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个约伯记怎么办？对吧？所以说你把它翻译成诗篇书也没法翻译，也不好。尽管路加福音是这样翻译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把它翻译成叫书写书，对吧？按照这个字面意思，因为 Kesuvim 嘛，就是写的意思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拉比传统把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分为3部分 ：Torah、Levin、Kesuvim。那么3个单词首字母连起来叫什么？叫 Tanakh， 对吧 ？Tanakh。那么通常把它称为希伯来文圣经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基督徒称为的所谓的旧约，可以把它分为3部分。那么按照同样的原则，新约圣经可以分为4部分。哪4部分？福音，对吧？这个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福音书，希伯来文 Habeshadros。第2本或第2部叫使徒行传。那么使徒行传的话呢，希伯来文叫 Hamasei Hashinihim， 对吧？字面意思叫信，这个叫使徒的行为。接下来是所有的书信。对，保罗的书信，这个约翰的书信，彼得的书信，所有这些书信把它归为一类，叫书信类。希伯来文叫 Ha-Igros， 书信。那么最后还有一本书叫启示录，对吧？那么希伯来文叫做 He-Hazan， 对吧？那么新约圣经基本上就只能分为这4类，对吧？按照它的类别，对吧？福音书是一类，使徒行传这个和福音书也不搭嘎，和书信也不搭嘎，对不对？和启示录也不搭嘎，所以说自成一体。那么剩下来的所有都是书信，归在一类，不管是保罗写的、彼得写的、约翰写的不重要，全叫书信。那么最后的话叫启示录，那不叫书信，那叫意象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启示录啊，对不对？领受意象也不一样，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分，对吧？这个新约圣经4部分。那么如果你去算这4部分的希伯来文的数值，福音 Habeshadros， 使徒行传 Hamasi Hashilihim， 书信 Ha-Igros 和启示录加一个和 v 加一个 vav Ve-He-Hazan 等于多少？2444除以4。算平均数等于多少？611。令人震惊的是，
新约的4部分算平均数，正好得出妥拉的数值。为什么？因为新约的4本书也是妥拉，是妥拉的延伸，所以说新约圣经是口授妥拉的概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发展这个妥拉里边的细节，对吧？妥拉里边很多隐藏的奥秘，通过新约圣经把它揭开了。所以说新约圣经的本质是口授妥拉，当然不是拉比的口授妥拉，是基督徒的口授妥拉。那么采用相同的方法，你去计算妥拉、先知书和书写书，哈托拉哈内vin为哈苏vin它的数值等于1223，它的终点数是612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新约圣经的平均数是613，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终点数是612，612正好是约的数值 ，bris， 对吧？所以说妥拉是约的概念。是神和以色列立的约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我们所谓的旧约分为3部分，我们所谓的新约分为4部分，加在一起等于多少？等于7。这是7个饼的意思。7个饼是低端啊，你说对啊，是低端。5个饼是高端，为什么5个饼是高端？因为5个饼代表的是妥拉，书写妥拉里边包含了口述妥拉，5个饼代表合一的妥拉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，它当然是高端。7个饼是低端，因为它把它分离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个分离？犹太人只看希伯来文圣经，他不看你新约圣经，他觉得你新约圣经是异端。那么基督徒不看你旧约，那个旧约那个东西都给废掉了，对不对？我看我的新约，他把它分离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低端。所以说5个饼代表合一的妥拉，代表高端；7个饼代表将圣经分为7个部分，低端，对吧？希伯来文圣经的3部分加上新约圣经的4部分等于7个饼。所以说吃5个饼的是5000人，这是代表生命高的门徒，他们学习妥拉是个整体的概念，是个系统的概念，是个合一的概念。所以说他们剩下来12个篮子的饼，12等于5加7，书写妥拉和口授妥拉的合一，对吧？那么这5000人代表谁？代表我们今天从希伯来根源学习妥拉的以色列人。我们以色列渔民是5000人当中的，对，我们吃的是5个饼，我们吃的是5饼2鱼。反过来，吃7个饼的4000人，代表生命低的门徒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，但生命比较低。那么这是传统的基督徒，他们学习圣经是停留在个体的概念、局部的概念、分离的概念，对吧？因为他们的7个饼是将圣经把它这个残忍的分割为7个部分，对不对？他把旧约放在一边，把新约放在一边。他说啊，这个旧约我参考参考就行了啊，这个新约是我的绝对真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的重点是新约的4部分书，对应的是4000人，4000人代表他们的重点是新约的4部分书。这是谁？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较低的属灵生命，他也是门徒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耶稣喂饱的门徒，但生命低了一点。他看问题看不到整体，看不到全部，他停留在局部，对不对？但不管是哪一类的门徒，
你都应该预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什么意思？指的是不纯正的解经，不按照托拉原则的解经。这其实就是今天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主流解经，他们的解经都含有教，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人的意思解经，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解经。神的意思就在托拉里边，在托拉里边，所以说他们的解经都有教。基督教、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叫亚赫杜斯纳特德罗斯的数值等于1171加1合1等于1172。令人震惊的是1172正好是哈梅茨和佩鲁逊、哈梅茨和查杜钦的数值，法利赛人的教，撒都该人的教。法利赛人的教、撒都该人的教的希伯来文的数值等于1172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数值1171的合一。我们说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合一，怎么合一？第一段的合一，第一段的合一是基督教指责犹太教，犹太教指责基督教。犹太教说你的新约是异端，那么基督教说你犹太教是异端。这个犹太教说你的新约圣经是异端写的，那么这个基督教说你的这个旧约圣经已经被废掉。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在这里结束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今年的7节领受的来自于天上的托拉，这是来自于弥赛亚的托拉，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领受到的第一次的施染。那么在今天，因为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被我们领受了。好，休息10分钟，给大家自由提问。大家休息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回答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作为解开5饼2鱼和7饼几个小鱼的钥匙，民数记还不怎么懂。摩西说这句话的联系，那么其实在托拉里边，对吧？我们今天没有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对吧？你讲这句话的意思又是另外一个解经了，也是另外一堂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关注它的结构，对不对？我们关注到了什么结构？这2节经文前面有一个 nun， 后面有一个 nun， 这是2条鱼。因为这2条鱼就把摩西5经分成了7本书，7个柱子就出来了。这2节经文，第一节经文12个单词，对应的是5饼喂饱5000人，剩下来12个篮子的饼。第二个经文7个单词，对应的是7饼喂了4000人，剩下来7个篮子的饼。这2节经文一共85个字母，对应的是希伯来单词呸，嘴巴口授托拉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从这2节经文的结构作为钥匙的，我们并没有讲它的意思。对，你没有必要去看这个什么意思，这个意思是另外一堂课，另外一个话题。
另外一个奥秘，和今天我们解开的奥秘没有关系，或者说有关系，但是是另一个层面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耶稣的妥拉是摩西摔坏的这个妥拉吗？对呀，我们刚才不讲了吗？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悖逆的话，那么摩西在4月17下来，首先的2块石板就会给以色列。那么这个石板就是弥赛亚的妥拉，这是拉比解经。拉比说，如果以色列领受了第一块石板，就不会有后来的，甚至连后来的圣经都没有必要有，对吧？所有的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、诗篇书，这都没有必要了，没用了，那干嘛？那不都解经的吗？不用解经了，更不需要这个拉比的塔木德了，米西纳、格莫拉，对吧？都没有必要了，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领受，才需要这些东西。那么也不需要新约圣经了，新约圣经拿也没用了，没有必要了，全在第一块石板里边，全部都在里边，对不对？如果以色列当年领受了第一块石板，也不会在旷野走40年了，也没有什么10个探子了，对不对？领受了妥拉，立马进入以色列地，对不对？立马进入千禧年，也没有后来的这么几千年的折腾了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第一次圣殿、第二次圣殿，什么这个耶稣也不用第一次来，也不用来了，对，也没有什么2000年罗马流亡了，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工业革命这些东西，也没有什么电气时代，也没有今天的这个什么1战2战，对吧？也不会有今天的什么电脑、苹果机什么乱七八都没有了，早就进入千禧年了，什么都不会有了。下面问题，请问时间、空间、灵魂哪个更重要？这个没有说哪个更重要的，对吧？就是说，所有这些都是受造的。那么神为了创造天地，那么这是三大基本要素，缺一不可，对不对？首先你要有空间，空间是一个器皿的概念，你必须要有时间，时间是一个运动的概念，你必须要有灵魂，灵魂是个主体，核心都要有，缺一不可，对不对？但你说哪个是属于最根本的，对吧？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，其实在这个耶和华的名字里边都包含了3个概念，怎么包含 ？UKVK 4个字母，每个字母的数值，你算它的平方。第一个字母10的平方100，第二个字母嘿5的平方25，第三个字母 VAV 6的平方36，第四个字母嘿5的平方25，加在一起等于186，186是马空的数值，空间，看到没有？说耶和华的4个字母算平方得出空间，那你说时间呢？它的名字本身就是时间，对吧？哈呀和为耶，它过去式，它现在式，它将来式，这不是时间吗？对，所以耶和华的名字既是空间又是时间，那你说灵魂呢？它的名字的意思叫哈瓦亚，存在，灵魂代表存在。
对，所以耶和华的名字里边就包含了时间、空间和灵魂，全在里边。那你说哪个重要？都重要，对，缺一不可。下面问题，我们的圣经既然是新旧约放在一起，就必有神的美意。合一是高端的妥拉，怎么样获得纯正的解经？怎么样指导我们的生活，获得高端的生命？那就是和我们一起学习啊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以色列渔民在这个地方每天学习，每个星期分享了10几年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这些知识？从哪里来的？不可能是说这个图书馆里面找出来的，对吧？这是学习出来的。学习必须要付出劳动，耕耘，对吧？你必须要付出99%的劳动，那最后1%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计划，神乐意他的百姓信徒去耕耘、耕种。但是呢，你耕种了99%，你其实都得不到最后的那个叫画龙点睛。那么最后那1%，尽管好像1%好像有点少，但那1%是恰恰是把你所有的99%，你自己学习的99%融会贯通的关键点，对不对？尽管归根结底，所有的妥拉的奥秘来自于神，但是你如果不付出努力，神不会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懒惰，每天就等天上给你掉下来妥拉，不可能的。你必须要学习，怎么样获得纯正的解经？没有书给你看的，你不要以为啊，哪里有什么好书给我看？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本书会告诉你纯正的解经，没有，你必须要学习，对不对？你要从拉比的传统去学。你说啊，拉比不是瞎解经吗？不错，没有哪个不是瞎解经的，没有哪个人的解经是纯正的。但是你不学习拉比的解经，你自己就不可能有解经。我们这么10几年学习拉比的解经，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。那你说这个领悟怎么来的？一方面你自己要付出，另外一方面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获得纯正的解经？答案很简单，和我们以色列渔民一起学习。怎么样指导我们的生活？你的学习的过程，你就能有领悟，你就能够明白，明白了就悔改了，对不对？并了通达，通达就是 true， 你明白了，你就悔改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让他们明白，免得他们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明白了，你就悔改了，你会获得高端的生命。下面问题，弥赛亚的妥拉是这个书写妥拉、口说妥拉的合一，就是第一次领受的妥拉。我们的主也在新约里关于具体的细则，恨人就是杀人等等。下面一个问题，经上说日子满了，人数满了，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什么满呢？没有听说过有空间满了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没有听过这个概念，没有说有什么空间满了。下面问题，获取高端要努力学习，对的，必须要努力学习。你不学习，你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有句话，以善为恶，比恶更恶。唐老师怎么看？我们要是不明白、不清楚就去教导，甚至错误的教导，是不是会落入其中，比恶还更恶？有可能。
对不对？有可能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必须要明白，对吧？你自己要明白，你才能去教导，对吧？那不成了这个瞎子带领瞎子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落入坑中。下面问题，请问以色列的12个支派会是5饼加7饼吗？利未被献给神，约瑟分为以法莲和马拉西。这个，你说这个我们在讲饼是 Torah，对不对？那以色列支派是12个支派，但是你这个和12个篮子，你这个也对不上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解不通啊，对不对？你说 OK，以法莲、马拉西2条鱼可以这样理解，的确，这个在图尔里边说，这个马拉西要像鱼一样，对，有这个解经，对，可以这样理解。但是你怎么和12个五饼加算在一起？那你说这个以法莲、马拉西是2条鱼，那5个饼是谁？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么这个就解不通了。下面问题，学习妥拉，遵行律法，我觉得我依旧是恶人，心中的意念时常不善，虽然能及时掐断，但还是觉得自己本性生性本恶，只是因律法的约束纠正了行为。怎么样自己变得更加圣洁？那么，当你意识到自己是恶人，你就已经是圣人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有恶有罪，你本来那么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就高于其他人，对不对？这就说明你的生命的高了。一个高度生命的人，他能够看到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已经很高了。那么一个人他的生命越高，那么神给他添加的引诱会越大。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的，生命越低，引诱其实越低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拉比有一个比方，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。那么这个恶人和义人在进入将来世界以后，那么都有了清晰度。对，那么今天我们是没有清晰度的。那么在将来，我们进入了将来世界，那么就有了清晰度了。那么回过头再去看，那么这个恶人会发现自己人生的这个引诱，就好像一个小土包，而义人的引诱好像一座高山。但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常常跌倒的是恶人，没有跌倒的却是义人。但你说义人的引诱好像一座高山一样，大山一样；恶人的引诱好像一个小土堆一样。照理说，恶人的引诱很小，义人的引诱很大，但恰恰引诱小的恶人却经常跌倒，引诱大的义人却没有跌倒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叫做一个能干的人
那么神会让他做更大的事情。一个懒惰的人，哪怕最轻松的事情，他也懒得去做，一个概念。所以说，一个恶人，他会觉得自己是义人，对不对？他的引诱其实很小，但是他却经常犯罪，因为他放纵自己。而一个义人，他的引诱其实是很大的，但他能控制自己，却没有犯罪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心里边有引诱，这是正常的；也没有引诱，真的还麻烦了，说明神有可能放弃你了。有引诱是正常的，你的引诱越大，说明你的生命越高。那么你克服了引诱，没有犯罪，你的赏赐也越大。下面问题，大麦是青稞还是燕麦？这个好像这个既不是青稞也不是燕麦，大麦就是大麦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两个概念，燕麦是燕麦，大麦是大麦，两个概念。这个英文叫做 barley， 那叫大麦。你燕麦好像叫做 oatmeal，叫 oat， 对不对？两个概念。下面问题，请问七七节拉比主张要读以西结书第1章和出19到20章有什么对应关系？那么以西结第1章那叫马塞梅尔卡瓦，马车之功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马车之功是以西结看到了这个天为他打开了，看到了异象。为什么要对应七七节？因为七七节，当以色列人站在西奈山领受妥拉的时候，也是经历了马车之功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看到了声音，你说人怎么可能看到声音？因为他经历了异象，马车之功，对不对？叫马塞梅尔卡瓦。下面问题，唐老师说：“地上有名的，在天上就微小；在地上卑鄙的，在天上卑微的，在地上天上更高。那教会知名的牧师在天上会比生命低的平信徒更危险吗？他当然有可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反过来的，对吧？反过来的，对吧？这个不是我的解经，这个是拉比的这个塔木特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拉比都是这样讲的。而且你结合圣经也的确是这样启示的。在塔木特里边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记载，有一个人叫拉比约瑟 （Rabbi Yosef），他生了一个大病，给死了，死了。死了，后来又活了，对吧？按照我们今天讲的叫濒死经历，他死了又活了。他父亲就问他，就说：“我儿子，儿子，你死了，你又复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肯定看到了这个冥界的事情，你给我讲一讲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这个拉比约瑟他说父亲啊，他说我看到了一个颠倒的世界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被大家所推崇的这些高贵的人士，对不对？这些大拉比自己包含在内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高贵人士在那个世界里边好像都很卑微啊。在我们这个世界被人看不起的，这个瞧不起的最卑微的人，在那个世界却是高高在上的。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我看到了一个
颠倒的世界。他父亲说：“我儿啊，你看到的不是一个颠倒的世界，你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。这塔木德里边的，这不是我们在这瞎讲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对吧？打个比方，我们以前经常给大家打这个比方，比方说，你今天有2个人，一个人考试成绩很好，对不对？语文100分，数学100分。另外一个人考试老是不及格，对吧？语文55，数学32。那你说这2个学生在学校里边，老师更喜欢谁？老师当然喜欢双100分的，对吧？那个老师考不及格的人，老师肯定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考100分的，那肯定他自己估计也很开心啊，估计也是很骄傲的。那么这个考试老是考不及格的，估计也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很自卑啊，有可能。但是你就忘了，或者你不知道他背后，这100分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呢，还是天赋？对吧？如果是通过努力的另外一个概念，但如果是天赋，就要自己没有付出努力，那是神给他的，那并不是他的，那是神给他的，是为了这个世界给他的，他并没有付出努力，对不对？那么到了将来世界，神把他给他拿回来，你说他剩下的还有什么东西？他没有东西，自己没有努力呀、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能够以貌取人，也不能够按照人的成就去论断人，对不对？关键是看什么？你不能够看他的成就，你要看他有没有付出努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没有付出任何努力，他就得双100分，那么这个人他以后他没有赏赐的。那么另外一个人有可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但是仍然考不及格，那么他将来是有大的赏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但回过头来，你说另外有一个人，他也是这个语文30分，数学20分，他也不努力，那他不努力的话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考30分、20分的和那个考100分的，在将来都是一个概念，都没有努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看他在今天的成就，你不能够按照人在今天的成就去论断他，你必须要知道他今天的成就是他努力的结果，还是他的天赋。如果是努力的结果，那当然是要加分的；如果是天赋，没有分的，因为天赋神白白给他的，那不算他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说 OK， 那你说这个教会的知名的牧师，那你要看呢、你这个知名的牧师是天赋还是努力的，自己努力。如果他的起点很低，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就，那是算他的，那是他的这个要加分的。但如果他没有付出努力，就有很大的成就，那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你说 OK， 你说对啊，这个地方你说 our result， 希望把your heart， 将来的这个赏赐比我们小，比我们大，这个东西我们没法判断，对不对？
因为你说他们的成就是他的努力呢，还是神白白给的？这个我们不知道。如果但是有个基本原则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神白白给的，那不算他们的；但如果是他们的努力，那是算他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说法，这我以前听的。那么在拉比界，有的拉比他的成就是很高的，但是他成就就说他的知识从哪里来的，这是很关键的。因为拉比的知识，特别是卡巴的知识，有两个源头，基本上两个源头。一个源头是天使给的，一个源头是自己学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比较有名的，这个叫做写那个舒汉阿鲁克那个拉比，对吧？好像叫做这个叫做好像叫一下给忘了。那么他的很多知识都是来自于天使，叫 Magid， 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这些知识来自于天使，你自己并没有付出很大的努力，那么这个不算你的。但如果是你自己学出来的，你付出了努力，你耕耘的，那要算你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有个相当有名的，好像是 Viola Gunn， 对吧？他的这个托拉是自己学的，那么甚至说有天使要上门来，他去学，把天使关在门外。他说：“我不要你天使来给我启示，因为你天使给我启示的东西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那是白白给我的，我要自己学习。”他不要天使，把天使给赶出去了。对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我的这些卡巴拉的知识是天使给的，那是白白得的。那你知道再多的奥秘，这个也不算什么，那是白白给你的。但如果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耕耘，自己学习出来，那是才算你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归根结底，一句话，不要去论断人，不要去凭着一个人的外貌，他的这个学识，他的成就去论断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你不知道他的起步点，第二你不知道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对那些这个一辈子这个生活起来相当顺利的人，反而你不要去羡慕他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太顺利了反而不好，对吧？如果你的人生经历了很多挫折，经历了很多苦难，反而你要喜乐，因为神在怜悯你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唐老师，我看到有人讲蛇在希伯来语里边还有亮晶晶的意思 ，nahash， 但我简单查考好像没有这个意思，却有确定的和黄铜的意思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那么希伯来文叫 nahash， 对吧？铜的话叫 neheshes， 对吧？就 nahash 后面加一个 tav， 那叫铜 copper， 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，那你说亮晶晶在哪里？在以西结的这个意象里边，对吧？他说它的颜色是 neheshes， 就是铜的意思，对吧？翻成亮晶晶也是可以的，因为铜是亮晶晶嘛。那么下面一个问题，米利暗跳舞现在时，摩西将来时，那么这个拉比解经就多了，对吧？拉比说，对吧？因为过红海的时候，阿斯亚
Az Yashar Az Yashar， 对吧？摩西用的是将来时态，那么拉比说，在将来摩西要唱这首歌，对，所以说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说，羔羊站在玻璃海上，唱这个所有的这些得救的人唱两首歌，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，看到没有？在将来得救赎的时候，那么得救的人要唱两首歌，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。那摩西的歌那就是过红海的歌。那么米利暗跳舞现在时，那说明现在还在跳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啊，这个需要去学习的。Yosef Kadro， 对了 ，Yosef Kadro 写那个修汉阿鲁，对，这个 Yosef Kadro， 那么他每天晚上都有天使来访问他，每天晚上定点的有个天使来和他一起学习托拉，把奥秘告诉他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明天直播间还开？明天当然开了，明天是安息日啊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有二维码的口罩是算受印吗？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叫疑神疑鬼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不要这个草木皆兵啊，对吧？不要动不动什么都成了受印了，对吧？老老实实的学习妥拉，管他什么印，那么神都会保护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学习妥拉了，神就会保护你，没有必要去这个疑神疑鬼，草木皆兵，对吧？神的百姓不需要这些没有必要的恐惧感，神的百姓是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这个生活在恐惧当中、恐怖当中，疑神疑鬼，对不对？那不叫神的百姓。一天到晚悲观绝望，疑神疑鬼，对不对？一会儿这个是异端，那个是异端，这个是兽，那个是印记，对不对？那不叫神的百姓，那叫生活在这个叫什么？叫自己吓自己。神的百姓应该是每天是喜乐的，对不对？你生活在信心当中，生活在喜乐当中，生活在赞美当中，每天都赞美，每天都感恩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，神的百姓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，撒旦的儿子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对不对？神的百姓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，喜乐的世界，尽管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但看到的却是光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不要去疑神疑鬼的，不要害怕，对不对？要刚强，要喜乐，对吧？要赞美，要感恩，这才是神的百姓。下面问题，拉比劝人结婚生子，新约说未来人人皆祭司，就会说祭司娶妻必须要处女结婚。这个世界现在男女同居婚前性越多越自以为乐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新天新地没有分别三要素，什么原因？全部合一了嘛？本来这个生命树分别三要素就是合一的，被亚当夏娃给分开了，对不对？被分开了，那当然将来没有，因为这个分别三要素代表分离，
代表两元，生命数代表一元，代表合一，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和我们今天讲的书写图啊、口述图啊一个概念。生命数里边就含了分别善恶的数，包含了一切。如果投胎在一个不具备结婚条件的时代，不结婚，光棍到老，万不得已，算有罪吗？你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对不对？人死的时候有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努力的结婚生子？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学习妥拉？第3个问题，你这个做买卖有没有公道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诈骗，有没有骗人，对吧？有没有老老实实的做买卖，对吧？你说我不做买卖，那么你工作一样一个概念，你挣钱了，对吧？你挣钱是不是老老实实的，对吧？3个问题。人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努力的结婚生子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努力，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生子，很多时候不在这个并不在于你的问题，对吧？比方说这个哈巴的第7代拉比，他就没有生育，那神不让他生育的，那么将来神提问题也不会提这个问题，对吧？神不可能去问这个哈巴的第7代拉比，你有没有努力生子啊？他当然努力了，但是你不给他，对吧？所以说问题是并不在乎你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生子，问题是你有没有努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努力，那就算有罪了。你努力了，你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也不能结婚，或者说结了婚以后也生不出来，那和你没有关系，那神的问题。下面问题，有人说分别善恶数，在中国女人超过30，5个4个都不是处女，那么这个东西其实问题不重要。将来审判的时候，神会问你有没有努力结婚，你说都找不到处女，神说我没有问你有没有找不找到处女，我问你有没有努力结婚。你说我找不到处女，神说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。你说我找不到处女，神说那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谁说你必须要娶处女？这个诫命是你必须要结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不要去这个改变问题，要抓住重点，抓住本质。下面问题，有人说分别善恶数代表邪恶的国度，怎么看？那么这个是分别善恶的，要分离两元，对不对？两元呢、就是我们这个世界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善恶数，有善有恶，代表邪恶的国度。你当然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同时它里边也有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如果明白神的妥拉，你说不错，分别善恶的数，有善有恶，怎么样？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将恶转换成为善，将黑暗转换成为光明，将苦涩转换成为甘甜，对吧？这个处女不处女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努力去结婚。没有人说你不能够，没有人说你必须要去处女。你说我是祭司，你什么祭司？你新天新地千禧年你才是祭司，你今天不是祭司，你今天是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祭司，自己很圣洁，对不对？你找理由不结婚，那叫清高，对不对？神的诫命是你必须要结婚，你说我找不到处女，
那你自己太清高了。谁说你必须要娶处女？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分别上述分离的概念。那么，如果非由合法婚姻发生性关系，参照分别概念，通奸的男女会不会刑方有灵魂或者对方的灵魂？那么这个东西其实，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概念，没有什么叫做什么非法婚配，什么性关系。你今天说啊，你说我必须要去这个民政局这个领一个结婚证，我才算结婚。那么如果我没有取证，我两个人如果发生性关系，那是犯罪。头儿有这样写吗？那是你自以为是啊。头儿并没有这样写，在头儿里边，你找不到任何一条诫命经文告诉你怎么样才算结婚，对，你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我记载的比较清晰的、明确的是以扫和利百加，怎么写的？利百加，这个仆人把利百加带去见以扫，以扫看见了利百加，就爱上了他，就和他同房。你说，哎，以扫，你的结婚证呢？没有结婚证啊，没结婚证，甚至连酒席都没有办，对不对？那这亚伯拉罕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以撒看见了利百加，就爱上了他，就和他同房了。那你说这个以扫，你这个以扫你也没有结婚证，你这个叫做你没有去，这个父母好像，但是他母亲已经死了。你说亚伯拉罕也不在场，对不对？这东西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，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啊。但这是妥拉里边的婚姻，对不对？以撒爱上了利百加，和他发生了关系，他们就成为了夫妻，就再也没有分离过。这是妥拉里边的婚姻。所以你不要在这个基础上也给我添加哈拉哈，给自己设各种这个障碍。妥拉说你要结婚，你要生子，这是诫命，但妥拉并没有告诉你怎么样才算结婚，怎么样才算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自己人规定的哈拉哈，对吧？但妥拉说你不能奸淫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婚姻以外发生关系。那么你的第一个和你发生性关系的就是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散会的祷告。